美国常常兵推，它的智库啊等等这不同的单位呢常常兵推啊。那 CSIS 兵推了15次，说如果2028界定2028台海发生战争，美国如果用核武来威胁中国大陆，说不行我就用核弹打你，说对中国可能无效，中国也有核武嘛，那他兵推了15次，美军只有5次是赢的，10次就是基本上并没有赢，只有5次把共军击退了。因为你用核武，他这种核武当然讲战术核武了，你用核武我也会用核武那大家来比啊，那到底怎么回事来，我们看看这个核弹的兵推。CSIS and MIT ran a series of 15 war games simulating a Chinese invasion of Taiwan. 进行台海兵棋推演，华府智库 CSIS 与麻省理工学院首次将核武纳入选项。In 7 games, the China team recommended nuclear use. 若让两大核武强国自由使用，15次兵推中有7次是由大陆主动。华府智库 CSIS 最新兵推时间点假设在2028年，解放军出兵攻打台湾，而美国出兵协防，其中5次由解放军成功占领台湾，美国也5次击退解放军，另外4次双方没使用核武，1次则是无法定论。So should not expect nuclear superiority to intimidate China. 兵推结论，华府智库则分析，中国大陆在入侵台湾居下风时可能动用核武。值得注意的是，当美国进一步增强核武，例如小型战术核弹时，对于威吓中国的作用并不大。中共近几年来大幅扩张核武的一个目的也就希望能够透过核武来吓阻美国，特别是美国来涉入。佩君，你认为两岸如果真的发生这个问题，美中真的会使用核武吗？其实这是大家最不愿意面对，甚至连想象都不想想象了。因为核武造成的伤害不是只有一个世代，大家知道是好几个世代，甚至1个世纪来抹灭都不一定能够消除的伤痛。过去这个斑斑可考，所以不到最后关头，我想这个世界各国大概都不会轻易的使出这一招，因为除了你跟敌对国之间的关系，你一定会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制裁。那我们刚刚这个谈到的这一辆战车，固然是国军30年来大家看到手板上这是国军装甲部队接收的新款战车，可是过去呢，中华民国的国军并没有很积极的去采购，因为它火力虽然强大，但是价格实在是非常高昂。然后再来就是重量，不是一个很轻便型的这个灵活的那个陆战武器。所以过去决战境外的考量，那我们会认为说这个会排挤到更直接的海空战力，还有防空战力的补强，因为预算的这个有限的问题。那也有很多人对这个战车一个担心是说，以我们现在中华民国这个大街小巷的这个道路水平，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承重它超过60吨的重量。那当然，这个陆战已经是我们在两岸之间各种可能里面最后一层的想象。当然，我们希望在那个之前。战争除外，有对话的可能性，那也是我们下一段要谈的双城论坛。但是到如果真的非不可以进到这一层的时候，陆战大概是已经是最后最糟糕的想象。那我们对民进党的期待是在一切都还有可能的时候，是不是不要把自己的局面逼到退无可退，有很多的对话管道的时候，你可以尝试去做，而不是耀武扬威的一直尽一切可能，希望对方掏出能掏出来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对现在执政党很微小的期待到底战车是怎么样的？本来呢，这个我们以为这个价钱是美国跟我们要的一半，我们只能付一半。所以后来就说，现在其实很多零件或什么装备都没有进，所以以后慢慢增加预算来进。不过已经被认为说是。跟上次的比呢，已经是等于是30年。我们现在使用的是30年以前的旧的这种战车所以呢，现在有100多辆里面38辆 M1A2 到了台湾那现在转到新竹的这个装训部昨天晚上今天清晨来的了那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战车情况。来了！台湾的新战车终于到货，尽管包得密不透风，但从外观仍能分辨这回到货的品相，分别有38辆的 M1A2T 战车以及4辆的 M88A2 救济车。
接装 M1A2T 对于中华民国陆军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因为这是睽违30年，自1994年之后，我们再度接装新世代的战车。这项自2019年起的瑞捷专案，总计采购108辆 M1A2T 战车、14辆 M88A2 自击车、17辆运输车和16辆运输板车，未来将陆续汰换现役的 CM11与 M60A3。只是接装同时，却也引发质疑，购买数量远不及台湾现役战车数量，且自由型战车是否有升级计划？另外，还有新战车采用的燃气涡轮，国军能不能自行维修？甚至还有以俄乌战争为例出现的战车无用论。但其实 M1A2T 的 T 指的就是台湾，换句话说，是辆专为台湾打造的战车。军事专家要外界别忧心，但台湾国防势必得继续仰赖美国。在川普将上任之际， CNN 更撰文分析，以从国防到晶片，川普让台湾猜不透为题，认为台湾应做好准备，提高国防开支，扩大对美宣传。这似乎也暗示了台湾的下一步。好吧，川普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啊？会不会保护台湾 ？CNN 说猜不透，所以你台湾最好自保，你自己对你自己的付出一定要比美国大，你不能说让美国来保护你，你自己不付出啊，这是 CNN 的讲法了哈。那这个战车到底能不能保护台湾？来，龙介兄，很难哈。那以川普的立场，他这样说是对的。就是我跟中国大陆在对峙的时候，我不可能把台湾这一张可用之牌摊牌啊。就是我能把台湾极致化到什么程度，我能用到最高的价值到哪里？川普一定不表态嘛。可是，在两大之间，台湾能不能靠一点智慧？为什么你不管用了战车也好，打了核弹也好，战场都在我们家？我跟你讲，他们两个不管谁胜谁败，南宫西要做拍垮。那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要走到这个命运，走到这个地步？所有的棋局在下的时候，我们竟然自己走到最败的这个败局里面去。如果台湾能够有一点智慧，那这些智慧当然不只是民进党，不管哪一个政党执政，你怎么在中美之间，中美的博弈势必不可避免。大陆从最大的市场、最大的工厂，变成现在接近于最大的市场。我90年去的时候，本来是想去投资，就是我工厂如果不去，我就知道在台湾请一个工人啊，在大陆可以请12到14个工人。后来我去看了以后，没有去，我得爱修起来，你就没有竞争力了，因为你的成本就很高。它经过30年以后啊，它整个产业链的完备性越来越好，所以它的竞争力越来越高。那它现在就像我们从1960年代到1990年，我们台湾人赚了30年的时候，1990年代，你看湾处理行路会风，为什么？大家口袋都有钱了，可以消费了。大陆现在也是一样，它经过这30年的成长，他们也都有消费能力。然后你再看看它的产业的升级，7、8年前，他们到日本去买那个免治马桶，列给我大概给的是2个、3个哦。现在大陆国产的免治马桶品质比那个好，一个可以买3、4个，所以等于它都在进步。好，那它的消费市场也慢慢这么大了，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做这种，就是说背道而驰？我们去投资，当然我们帮了他，人家也觉得说过去台商来带来的资本带来的技术，可是慢慢他自己成长上来，为什么很多台商？民进党告诉我们说啊，到鲑鱼都返乡了啊，大陆很惨啊。我看到很多台商还在啊，为什么？台商以前最大的单是在美国，现在他说不用啊，我现在生产的大陆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啊。所以我们的国家，我们要顾经济，又要顾安全，为什么不能在中美之间，我们做一个智慧的选择？我们做得到的，我们跟美国交朋友。但我们不一定要跟大陆做敌人呐，所以今天我就看到，包括陆委会也好，包括这次的交流搞得这么难看了。双城论坛，我就认为说，
赖清德你应该出来讲讲话，因为你本来是想要走开放的，虽然你不是大幅度的开放，但你不想把两岸搞僵了。但是你上了美国这艘船以后，你不能都没有一点点表态，你也不能够不表示出中华民国的一个自主性啊。所以这一点，我认为我们还有很大改善的空间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啊，一波三折哈。那上海的副市长到台湾来了，他的国台办副主任先来踏勘一下，到猫空啊什么这些地方。那这个副市长来了啊，松山机场部署警力，设立陈抗区，因为这个绿营有些人说要去抗议了哈。那当然，他海基会先给穿小鞋嘛，陆委会啊等等啊，就是说，台办主任不能来，另外还有10个记者不能来啊。10个记者为什么不能来呢？因为他们都是替党宣传的。中共的媒体不都替党宣传吗？中共媒体不替党宣传，他替谁宣传？替你宣传。他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不知道吗？所以你很无聊嘛。那说他替党宣传，所以不给他来。那另外呢，这个先提了说有3个这个宗教界人士那被老共逮捕了你讲话是不怕讲话。后来又提呢，说这个复查就是八旗出版社的总编辑，因为复查是台北市民那你跟上海有关系啊？复查算不算这个台北市民？那是不是2个这个城市的问题？台北跟上海的问题那台北市就反击了说呢，一贯道的这个3个道亲，8旗的总编辑，你海基会你应该有管道海基海协不是一个管道吗？那不透过管道怎么找我呢？难道你属于台北市政府吗？其实我在看这个事情，就是说本来啦，如果这个情绪好的话，好吧，我就是带个话也没什么嘛，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你前面这样给我穿小鞋，你这边又给我出个难题，事实上上海可能管不了这些事情老共的系统分得很清楚，那你非要让我难堪，对，所以你看你做不到，你这个两岸这双城论坛也做不到，所以呢就反击你说你是自废武功，还变成一个打手那台北说呢，难道讲这个蒋万安接管了海基会，台北市接管了海基会吗？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呢，侯友宜刚好去这个参拜一贯道的佛院，所以要海基会拿出更具体的行动来救这3个信徒。我们看一下。局维安警力分机场里外，有制服又有便衣。上海团此行除了怕引发肢体冲突，数度隔空杠上的还有海基会和北市府。现在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才呼吁蒋万安针对一贯道信徒被中共逮捕的事情来沟通。现在在加码喊话，八旗出版社总编辑复查李延克被中共逮捕将近2年，逮捕地点就在上海市。台北市民在上海市被逮捕，算不算是2城市的问题？海基会的这个秘书长罗文嘉，可能因为他刚接秘书长，对于相关业务并不太熟悉，确实也真的是累太久了。事实上，在去年呢，台北市政府就已经向这个对岸有做过相关的表达，还是要提醒海基会不要自甘堕落，不要变成政治的打手。反呛根本是2手一摊，甩锅地方。蓝营也帮蒋万安说话，认为海基会和陆委会已经废物化，要么就把机关废掉，要么就把预算砍掉。我现在已经提案删掉1亿2千万，将近一半来告诉海基会，既然你自己把该承担的业务推给蒋万安的话，那么海基会也不需要这么多预算。对此，海基会回呛，如果为了讨好中共，不敢对抓人的中共表达抗议，却对自己人酸言酸语，根本是自我矮化、自乱阵脚。人道救援忽然间变成双城论坛，以上重点。请副市长。第一个讲到双城论坛，我内心感慨万千因为那个就是在那个郝龙斌以及那时候主要是我是作为窗口啦，我去进行很多初期的谈判啊，什么花了1年半，好不容易把这个论坛的架构架起来，就现在能够延续到今天，其实已经是觉得了不起的功德了。可是呢，看到今天这个状况，心里还是很难过首先，我觉得海基会真的拔石头砸自己的脚啦。
因为呢，那个一贯道清3个人，他们是在广东省被捕，你双城论坛是台北跟上海市，有没有一点基本的概念啊？上海市有办法管到广东省的事吗？好，那如果说你真的希望利用双城论坛呢来表达一下这事情，有没有管道？有。过去是怎么做的呢？过去因为上海市台办主任一定会来，那台办系统他们是一条边的，所以上海市台办呢，它是可以跟北京的中央台办呢直接管道反映的。所以以前海基会没有这么废、没有这么蠢的时候呢，是怎么做的呢？是说如果有一些不方便处理的事情呢，他们就利用台北市跟上海市还是做市政交流，归市政交流不干预，然后在另外的场合呢，陆委会跟海基会的人会来见台办的人，然后跟台办的人做了沟通他包含他的资料内容等等呢，他们就可以拿回去。那这不是正办吗？就今天唯一一个可以帮你上达北京的人，结果呢，你那个台办主任把他堵起来了，不给他来。虽然说这个知台派李晓东就是那个副主任，跟我们大家都很熟的，他来了先遣团。可是你将心比心，李晓东心里会高兴吗？老板不能来，然后呢，你们还叫我处理这个事情，那他心里不是也充满了不愉快的情绪吗？那另外呢，说实在的，媒体记者也是一个管道你如果来媒体呢诉求，那大陆方面也创造一波舆论呢，也可以救我们的人。结果你媒体记者也不给来，所以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个陆委会跟海基会真的是头壳完全坏掉了。然后坏掉了之后，罗文嘉还可以去呼吁说，蒋万安你再管一管。很简单我觉得李明贤讲的最有道理，李明贤议员嘛，他那天跟我同台，他说那这样子把海基会来隶属台北市政府好了。我说这个棒这个比什么那个蒋万安去接海基会董事长还好，以后就只有台北市能够做两岸的事情。那另外关于复查八旗总编室，我也要讲2句。我认识他本人他真的人很不错跟文化界的互动真的很多。可是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复查他是大陆人士他的亲人全部还在大陆今天你说你要去营救他的家人在大陆，他已经2年多被捕了，现在他们就说他很安全，而且大陆的亲友希望低调他的家什么的根本就在大陆那你今天你台北市2年过后了，然后要去出什么头？他今天也虽然他是落户在台北市，可是他的整个背景各方面他都是跟在大陆那你说今天我觉得民进党闹到这样子，你还有什么可闹？我觉得今天如果陆委会赖清德真的有本事，你就断绝两岸关系嘛，你这个不是跟国际也讲得很清楚吗？可是他现在为什么不敢断？因为他并不知道川普在想什么。因为川普就职典礼呢还要邀请习近平出席，而且呢在那边整天讲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所以我认为赖清德政府也不敢赌。可是呢他这次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真的非常丢脸。佩君，说到双城论坛，我觉得我的那个感慨跟情怀可能跟李富不相上下，因为双城第1届的时候我还是记者，然后后来对，然后也不记者身份跑了好几届2个市长，然后后来当了议员，也观察了前后2任市长的风格。其实民进党对这个双城论坛一直把它当自助餐，需要的时候就去提，不需要就把它踹在一边。比如说双城论坛办之前一直讲说这个是这个亲共的管道如何，但现在看起来这个3名一贯道道亲在中国大陆被捕，他又觉得这时候广东省，他又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拿来对话的管道，所以他就把它当成自助餐用。民进党对这个双城论坛的态度，这现任的这些议员如果有不同看法，我建议他们可以去请教几个前辈，王少伟啦、张茂南啦、童仲彦现在问不到，但还有另外2位可以问。当时这个柯文哲上任之后，第1届到中国大陆去，到上海去双城论坛，随团就是民进党的议员那还是你要告诉我说，因为那时候这个中央是马英九执政，所以相对来讲两岸比较平稳一点。现在这个状况不一样了，所以你这个态度颠3倒4。
这个陆委会的事情是这样的，他在这个星期六我发文提醒他说，你不要忘了这个两岸是中央的权责，不要甩锅到台北市来。那陆委会当天就小鼻子小眼睛发了一个新闻稿，说这个市长还有我国民党籍议员回话的态度，好像这3位道亲不是台北市民啊，你们就觉得漠不关心。我告诉你，陆委会就错了，因为早在他发这新闻稿之前，道亲的其中一个的女儿就传讯息给我说，他了解中央跟地方权责有分，但他希望市长还是能够帮忙。所以当下我也跟市长说，市长也亲自去联络。他今天中午我接到家属的讯息那他跟我讲说，非常感谢市长在昨天傍晚已经打给这个道场的道长，跟他们说明说现在这个官方有难度，但是他会循自己的力量，用他的管道去对话跟做协助。这些事情私底下做了，难道还要跟你陆委会报告吗？陆委会现在因为不知道，所以一直在那边说你们台北市好像置身事外，错了，我们对民众负责，我们不用对陆委会负责。好了，那现在这个双城论坛即将要举行了，明天有这个上海市政府的感谢午宴。我看民进党已经快要没有文章可做，今天已经做到说，这个午宴名单选择性邀请，是不是连谁去吃饭都要经过中国大陆的同意？对啊，因为请客的人是他们啊，名单当然是他们开的确实是要经过中国大陆同意啊。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乱什么可不可以清醒一点啊？双城论坛本来是两岸很紧绷的状况之下，他开了一串窗，现在就是大部分交流这个门都被那个海基会跟陆委会把它堵起来，被民进党堵起来了嘛。他开了一扇门，我也算是比较有些感慨的。第一届办的时候，台北市白秀雄，然后那时候的新闻处白秀雄是副市长嘛，马英九当台北市长的时候，第一届是在郝龙斌时候办的啦，之前就先开始开办嘛。那我们那时候马英九时代，然后这个派了白秀雄当副市长，然后那时候的新闻处长就是金溥聪了。我们那时候是一堆记者一起跟着一起去，我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那一幕。就一开始他们的副市长来接白秀雄这些团之后，我们的记者就蜂拥到了饭店啊，记者就跟白秀雄什么新闻处长金溥聪，我们就一群人就进去了，那个官员就马上喊停了。他说：“我在我们这个地方记者先出去。”所以第二年他们过来的时候，第二年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安排了一个桥段，就是我们安排这个大陆的记者跟我们同时进去，两边就是互相交流嘛，互相去做一个沟通嘛。那你看，从马英九时代到郝龙斌，一直到柯文哲时代，你看我印象中是每次都是有民进党的立委一起去的，对不对？就那个沟通过程当中，议员一起去，然后两边都是沟通都是非常好的。那我建议你现在就把它堵起来，包括你现在有所有任何问题，像海基会跟陆委会基本上跟大陆已经没办法沟通了嘛。你本来透过这一次，有什么事情你就跟他讲，结果你又把门堵起来。另外讲一下刚刚在讲这个 M1A2 这个事情没有错，在所有历史上你去看就是你终究有海跟空你的优势，你没有你说有很强的坦克，基本上他要进来的时候都是非常惨烈的。可是我们就要问那生灵涂炭如果台湾真的已经弄到，就是说大陆已经坦克要派上来，我这边也是坦克要派上来，是在战场是在台湾，那是多惨的一件事情。只要问一句啦，M1A2 现在在乌克兰战场都已经没有用了，我不知道在台湾战场有多少。那终究有用的话也是多惨烈。那你看他们要兵推要你用什么？用核武那是台湾多惨烈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现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不是只有执政党，我们怎么样去避战，怎么避险，对台湾才有帮助。现在如果台湾不和平的话，只要牵扯到买再多的武器，然后每次在讲说什么我们的武器是最强的，然后我们可以抵挡，生灵涂炭还是台湾的。俄乌你看搞到现在也没有看到拿出这个战术核武出来他现在连核武都拿出来。陆委会说呢，从没有对参加双城论坛人士查水表，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很多工商界人士也是想去参加这个双城论坛的这个，或是他们的宴会等等，但又怕被查水表，所以陆委会就出来说，我们从来没有查过水表。那 ETtoday 的民调，72.1%台北市民是支持办的，反对办的只有22%只有21%，只有22%了，21%的人加起来21%人反对办。赞成加起来有72.1%，台北市民是赞成办的那两岸关系紧张，要不要对话？我们看看赞成对话的有这个62.8%，反对的只有32%多。所以基本上台北市民脑筋还是很清楚的。休息一下再回来。